大家好，我是 Jason，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频道。今天和大家聊聊外星人来地球的目的。如果地球上真的有外星人，那么外星人来地球的目的应该也是千百种。不同的外星人应该有不同的目的，但其中主要的原因应该还是来探索地球，进行文化交流与接触，甚至进行某种科学实验、样品采集。毕竟，地球存在着丰富的生态系统。各种类的生物与各种族群的人种非常丰富，外星人很可能抱持着研究与探索的目的来到地球。就好像人类会有生物学、动物学专家专门研究地球上的各种类生物与动物一样，任何有智慧的生物都会想进一步地解除了自身之外，其他的生物是如何生活的，如何活在这个世界上。人类出于好奇心与对知识的渴望，自然会想清楚了解其他物种的情况，这是很正常的。就好像这几年太空科技发达了，人类也发出了各类的探索太空船，企图探寻太阳系内是否有其他生命存在的可能。最为大家所熟知的就是美国 NASA 发射了火星探测车好奇号，并成功在2012年8月6日顺利降落在火星上。好奇号的任务包括探测火星气候及地质，探测盖尔撞击坑内的环境是否曾经能够支援生命，探测火星上的水等等。因此，如果火星上面有智慧生物，对于地球人的探测车侵入火星任意漫游，对火星上的智慧生物来说，可能他们也会相当担心这个怪异的地球探测车到底有什么目的，因此刻意的躲藏与避免被发现也是很有可能的。不过我们地球人类很清楚，我们只是希望能发现火星和地球有什么不同，上面是否有生命的存在可能。至于有些人甚至提到将来可以移民火星，我想，除非地球真的已经被人类破坏到无法居住，有谁会想长期居住在火星这样一个干燥、缺乏氧气以及没有景观与风景的地方呢？从这里反倒是让我们看出，说不定外星人有可能觊觎地球的美丽环境与舒适生活，来看看是否地球可以作为移民的可能。只不过，当外星人真正来到地球后，对人类肆无忌惮地破坏生态环境，掠夺自然资源，滥用核能，有钱国家宁愿花费庞大的经费与资源发展军事武器，甚至发动战争掠夺资源。可是对穷国与落后国家，仍有数以万计的人仍无法温饱，却毫不在乎。这些问题恐怕最后也会令外星人望之却步吧。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外星人想学习地球人的某些文化。毕竟人类虽然科技与文明程度未必比外星人高，但是地球人类有可能存在着某些智慧与文化是外星人所没有的，所以外星人打算来地球学习。比如说，地球有很多美好的音乐，例如贝多芬、莫扎特、肖邦这些伟大的音乐家都创作了为数可观的音乐作品。外星人或许想要来地球了解人类所创造的美妙音乐是如何完成的。其他像是毕卡索与梵谷的绘画，或是各种类的艺术作品，这些也许是外星人所想要学习与模仿的对象。当然，除了学习人类的精神文明之外，外星人可能也对人类的文化有着极大的兴趣。虽然有时候人类有贪婪与邪恶的一面，但人类也有许多善良与美好的文化。比如说，人类懂得爱与仁慈，中国人注重孝道，有所谓的礼义廉耻等品德，所以外星人来到地球的目的有非常高的可能性是来学习人类各种丰富与多元的精神与文化。至于是否所有的外星人都关注地球吗？我想也不尽然的，也许只有小部分外星人对地球和人类有兴趣。我相信，由于高度发达的文明，外星人应该了解，不应该冒风险来干预地球人类的发展。他们更应该明白，任意插手或干涉地球人的事物，可能会带来无法预料的不良后果，对他们并没有任何好处。最合适的办法就是暗中保护人类，毕竟宇宙中出现智慧生物不容易。就像人类保护濒临灭绝的动植物和维护面临损毁的文化遗产一样，我们看看人类是怎么对濒临绝种的生物，就可以了解。例如大熊猫，一个几乎被自然淘汰的物种，人类选择帮助它们，让它们得以繁衍，给人类创造经济和政治价值。因此，外星人对地球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所抱持的态度，应该比较偏于中立，不做任何干涉，仅在必要的时候给予帮助。但这种帮助很可能是我们人类无法察觉的。就像被人工繁殖的大熊猫，每天快乐开心的在动物园里啃竹子、睡觉、玩耍，
他们又怎么会知道自己已经濒临灭绝，而受到人类的保护呢？但相反的，外星人也不会想要提供先进的科技或技术，让人类可以很容易地跳脱出贫穷与政治争端，消除环境污染、温室效应、病毒危害等等问题。因为外星人知道，这是人类自己必须要去思考与解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是人类咎由自取所造成的。外星人充其量也只是在旁观察，但却不会想要干预。任何有高度文明的外星人更能了解科技发展的模式与方向，所以他们很清楚全局，更知道地球人类的下一步会发展成什么情况。所以外星人来到地球，应该不会有兴趣教育我们，或是改变我们什么。除非当人类遇到重大的灾难的时候，外星人可能会选择暗中保护，让人类免于灭绝。地球的历史上有多次生物大灭绝，经历过多次的气候环境巨大改变，我们人类和各类生物都侥幸地生存下来了。其实，我们人类对自身过去的演化与进化历史了解的很少，而人类至今仍然能安稳地生存在地球上，可以说是个奇迹。说不定过去外星人就曾经保护过地球多次了，让地球的生命免于彻底灭绝，最后变成像金星、火星一样荒芜的星球。不过，外星人最担心的是，地球科技无限制的疯狂发展会产生出无法控制的变数，例如使用核能、发展核子武器，花费数万亿元制造大型强子对撞机，企图揭开基本粒子的谜团。最后，外星人不得不出面与美国、苏联等先进国家提出某种警告与暗示，要我们人类好自为之。这就好像父母教育孩子，通常会给予一定程度的空间，任其自由发展与学习。但很多时候，孩子们总是会出人意料地做出一些惊人之举。这时候，做父母的意识到孩子行为出了问题，自然不得不出面关注，并深入了解问题所在。可是有很多时候，父母不论如何的干涉与帮助，最终还是无法改变孩子的想法与行为。这时候，做父母的也无能为力，最后只好选择放手。外星人就算再文明，科技再发达，也无法改变地球的命运。如果人类不懂得珍惜自己的生存环境，不能意识到地球的生态环境危机而努力改变的话，如果将来地球面临生存危机的话，外星人最多也只会带领少部分的人类与生物，帮助他们移居到别的星球保护起来，就像我们现在保护大熊猫一样。最后，也有不少人认为，人类应该避免与外星人接触，包括已故知名物理学家霍金先生，生前坚信外星文明是存在的。但是他却非常反对人类主动寻找他们，或者回应他们的呼唤。霍金认为，外星文明或许并不具备人类所理解的善恶和中立，或者说他们的思维中可能根本没有善和恶的定义，甚至他们可能根本就没有人类所定义的思维。但我个人认为，外星人来到地球一定有一个目的。如果是来夺取资源的，那么我们想一下，地球到底有什么资源能提供给外星人？是能源吗？还是什么我们人类尚未发现的稀有元素？如果人类尚未发现的东西，那可能对人类也可有可无，外星人悄悄偷走就可以，也犯不着消灭人类。因此，外星人从遥远的外太空，他们如果没有空间穿越的能力，他们如何来到地球？知名的费米悖论已经解释了这一点，有可能空间穿越根本是不可行的。外星人即使知道地球在哪里，但也无能为力突破宇宙的巨大空间屏障。但假设空间穿越是可行的，那么他们必须要有足够的能源和先进的科技。如果外星人科技进化到某一程度，可以使用核融合方式产生能源，那么宇宙中的恒星与行星无数，地球的大部分能源也来自太阳。外星人如果是要撷取能源，在宇宙中到处都是，犯不着大老远的来地球掠夺。至于其他石化能源，更不具有便携性，更何况地球的储量也已经被人类消耗使用的差不多了。所以对外星人来说，他们根本没有兴趣来地球夺取资源或是消灭人类。但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人类的某些行为激怒了外星人，就像我们人类被蚂蚁咬了一口，一气之下就把蚂蚁捏死。我们看到恼人的吸血蚊子、苍蝇，就会用尽办法把它们弄死。但人类如何激怒外星人？除非外星人也居住在地球，影响到他们的生活，或是人类科技无限制的发展下去，哪天搞出一些外星人所讨厌或害怕的东西出来，影响到宇宙生态的安宁或和平，外星人才有可能出面阻止。但这种情况，外星人也不用消灭人类，只要出面阻止，
或是把有害的因素去除就可以。当然，霍金的想法也不是没有根据。如果外星人科技发达到一定程度，那么来到地球的未必是有机生命体的形态，说不定只是个高度精密设计过的无机个体，或是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人形的机器人。那么这种机器人可能就不具有道德意识，只有功能性，但最终仍脱离不了有人在背后操控。但是如果这种机器人具有事先设计好的程序和思考能力，并且具有一个目的性，那么这种机器人要消灭地球的可能性就很高了。电影《魔鬼终结者》的剧情就可以充分说明霍金所担心的地方。因为机器人不具备道德意识，一切只是按照程序设计，但是在机器人不断制造机器人、发展机器人的情况下，最终会与人类的利益与资源相冲突，那么机器人与人类的战争就有可能产生。不过以上只是 Jason 个人的猜想而已，仅提供大家参考。好了，今天的节目先到此告一段落，在下一期的视频我们会来聊聊，如果真的有外星人，那么这些外星人是否有可能是机器人呢？敬请期待。另外，也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们您感兴趣的话题，我们都会考虑制作相关的节目。最后，也请喜爱我们频道的朋友们给予鼓励、点赞与分享，谢谢您，再会。